在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阻拦和警告，执意派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8月5号被中方依法拦阻后，菲方和美方不断炒作相关议题。菲律宾在6号与7号先是表示所谓强烈谴责，后又宣称召见中国大使。美国则发表声明称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继7号回应美国务院声明后，8号外交部再发声明回应称，敦促菲律宾立即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状态。晚间，国防部也作出最新回应。国防部指，近一段时间以来，菲方违背承诺，企图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此举侵犯了中方主权，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了警示性执法措施。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使用水炮实施警示，现场操作合理合法、专业规范。针对美方炒作言论，国防部指，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积极努力。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外交部在8号的声明中指，关于近日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并引发海上事态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在该礁非法坐滩的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未拖走该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中方再次敦促菲方立即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状态。而针对西方将菲律宾方面刻画为受害者进行炒作，外交部发言人指，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同菲方就仁爱礁问题进行沟通，明确要求菲方不得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并提议双方尽快商谈管控仁爱礁局势的措施。但菲方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执意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这是此次事态的起因。中国海警依法采取措施，维护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发布了事发当天的现场视频。从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海警5201舰对菲尤纳扎5月2号游艇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水柱距离非船只保持了安全距离，全程专业、理性、克制。中方的回应表明呢，中方的行为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且呢，中方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呢，就是中国永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菲律宾的行为逾越规范的话呢，我觉得呢，有可能呢，这个局势呢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这个仁爱礁的这艘废舰呢，我觉得这次目前呢也确实是一个时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7号在会见非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时，也介绍了近期仁爱礁事件原委。黄希濂指出，为预防海上意外事件，中方通过多渠道向菲方一再表达严正关切，菲方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派出船只冲闯仁爱礁的附近海域。在此情况下，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中国海警依法实施适度措施。事实上，早在24年前，菲律宾以躲避风浪为由，将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故意坐沉在仁爱礁。过去24年间，菲律宾常年派10余人的海军陆战小队驻守马德雷山号。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中方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任何与修复舰船相关的工具和材料则一律不允许带上船只。然而近期因为受到台风杜苏芮的影响，马德雷山号的状况岌岌可危，菲律宾方面便起心动念，希望对该舰实施加固作业。在未经中方批准的情况下，菲方出动2艘巡逻艇和2艘补给船强闯仁爱礁，此后才有中国海警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对相关游艇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
菲律宾的这些指控呢，就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他始终没有说中国海警行为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国际法，恰恰就是菲律宾的一种目的。所以，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和依据，就是想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实质上，这个事情是菲律宾违法在先。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菲两国在南海主权上的分歧，中方已多次向菲方建议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这充分体现中方管控仁爱礁局势的诚意。黄希濂大使在会见菲副外长拉扎罗时也强调，中方一直在等待菲方反馈，希望双方尽快启动商谈，共同维护有关海域和平与安宁。而另一方面，美方的火上浇油、大肆炒作，则是进一步激化了当前事态。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将舆论重点放在中方使用水炮这一细节上，并以此无端指责中国海警船的反应不够专业克制。此外，美国务院还声称，对菲海警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针对美国务院颠倒是非的声明，外交部7号回应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这一做法是明目张胆地为菲方侵犯中方主权撑腰打气，其图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整个这个地区的局面呢，现在呢，由于美国搅局的因素呢，使得整个南海地区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局势呢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美国国务院的这种行为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呢？我觉得呢，只能是适得其反。美国这种域外势力呢，执意要干预这个地区的局势的话呢，只会使得这个局势呢越来越恶化。菲律宾当局呢对这一点呢应该有清醒的认识。8号，中国驻菲大使馆发言人也指出，南海不是域外国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游猎园。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还纠集个别盟友持续炒作南海问题，大肆鼓噪此次海上事态，攻击中方正当合法的海上维权执法行动，有理不在升高，而在是非曲直。美方图谋欲盖弥彰，注定是徒劳的。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在南海制造紧张、挑动对抗的言行，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在美国制造的这种安全陷阱的前提下，如果类似于菲律宾等这些南海国家上了他的当，其实就是丧失了自己的这种发展机遇。一旦发生争端的话，对于美国来讲，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它可以把很多国家拉入到这个圈套里边，它可以削弱中国在中美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其次呢，这些国家都会购买武器装备，它是得利的。最后最核心的是，美国一直执行的是离岸的战争政策。说白了，打不赢他打不赢就跑，其实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留下了这种深重的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海警机构依法履行刑事侦查权，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5月15号，中国海警局发布第1号令，公布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是中国海警局制定出台的首部关于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规章，自6月15号起施行。不过，相关规定出台后，再次遭到美西方的抹黑。深圳卫视注意到，规定正式实行后，菲律宾船只已不止一次擅闯仁爱礁。6月30号，2艘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开展执法活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外界认为，菲律宾海警船接二连三接近坐滩军舰，也有试探中方执法力度的意味。其实不光是菲律宾，也包括美国，他也是在试探、摸探中国到底会做出如何的反应。菲律宾有试探的作用，但他更多，我觉得他还是想在美国的加持下占点小便宜。菲律宾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个联盟条约可以用来帮助他主动的进行对外的出击，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海警用水炮阻拦菲律宾船只，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现在要加固仁爱礁坐滩的破军舰呢？主持人好，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坐滩的那艘破军舰呢，已经有24年了。
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以后的第二天，菲律宾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便驶往仁爱礁，恰好漏水，之后呢便坐滩停在那儿。菲律宾从此以这艘破军舰为据点，派海军士兵轮流驻守，企图呢长期的非法占据。看看菲律宾对仁爱礁的非法占据，就是乘人之危而实现的。以后呢，中方多次的与菲律宾交涉，菲方呢也多次的明确承诺会拖走坐滩的军舰，但是呢一直没有做，军舰还在那儿。2013年，台风海燕席卷了菲律宾，仁爱礁上的破军舰呢，虽然侥幸的躲过了台风，但菲律宾海军用民用船只用来建筑材料，试图呢打桩加固，尝试建设永久性的基地。中国海军军舰先生及时的阻止了菲律宾的打桩加固的企图。此后呢，中方鉴于南海和平，阻止菲方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军舰，但是呢，对菲军龙班呢加以克制和容忍，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中国这样做呢，一是等待菲律宾拖走坐滩的军舰，二是等待自然因素，比如说海水腐蚀呀，台风影响来迫使菲军自动的撤离。不过呢，自从去年马克思就任菲总统以后，美菲加强了联盟关系，菲律宾呢又试图狐假虎威，打起了加固和维修军舰的主意，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不断的加载大量的建筑物资上船，对中方的严正关切呢拒不回应。那么这次中方获得准确的情报知道菲律宾呢也要往仁爱礁坐滩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那么中国海警呢就出动了，用水炮驱离了运送建筑物资的菲方船只。菲律宾之所以呢现在又产生了加固军舰的念头，很明显，一呢是想借美菲军事合作升级的势头，用美军压制中国；二呢是说明坐滩仁爱礁的破军舰可能是越来越破烂，菲律宾可能呢难以驻守了。但是呢，菲律宾的如意算盘呢又打错了，不仅再次的遭到了中国的阻拦，而且美国呢也没有帮助菲律宾的理由，只是打打嘴炮，给菲律宾一些感情支持而已。中国海警把菲律宾非法运送建筑物资的船只驱离后，美国宣称要启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履行防务承诺。那么您觉得美国能做什么呢？如何帮助菲律宾呢？我先给大家传达一下最新的消息。五角大楼呢刚刚举行新闻发布会，说美国国防部目前没有接获任何需额外援助菲律宾的信息，所以呢，美军没有任何关于派遣任何类型额外援助的消息要宣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没有理由启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为菲律宾做点什么。菲律宾船只被驱离，只能认怂认栽。其实中方的行动安排得很精到，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研究得很深入。这个条约的第4条说如果菲律宾公共舰船、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受到武装袭击，美国启动相互防卫承诺。那么中国出动的是海警，用的是水炮，根本就算不上是武装袭击。加上中方呢及时的公布了中国海警水炮喷射飞船只的现场画面，地勤人都不会觉得那是武装袭击。美国呢想帮忙没理由。其实从中国海警船2021年11月用水炮逼走菲律宾的补给船，美国呢就威胁说要履行对菲安保承诺，但是到现在呢什么也没做，可能呢会让菲律宾民众感到美国呢就会吹大话，遇到问题就缩回去了。那么也可能呢就促使菲律宾政坛反思，究竟在中美之间该如何站队，以免倒的紧跟美国会不会反倒加剧坐滩军舰的撤离呢？美菲原本是要把中国水炮喷射飞船只呢编成一个热新闻，想不到呢通过这件事，中方向世界强化了3件事：一是美菲联盟不太牢靠，比较虚伪；二是仁爱礁是中国领土，不得菲律宾侵犯，美国干预；三是美国幕后操纵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对中国维护南海岛礁主权呢是没有任何用的。